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睡觉的时候，这儿有一个绷带把脸绷住，然后呢，我转过来一看，这咸蛋超人是谁？别人让我偷拍你，我是绝对不能做这种事情的。你怎么那么快就已经把我出卖了？有机会我能跟梦玲我们可以演一个三角关系。哇，说不定就是我们两个在跟同一个男生谈恋爱也不错。可以。然后对手完了以后，发现我们俩还挺搭，我们俩一起手撕渣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一拍即合的我们衍生节目越聊越有料的现场啊！我还是你们的老朋友天天杨若天。现在余光已经扫射到那边有一位大美女要入画了，一起欢迎一下张丽。Hello， 天天。Hello， 请坐，请坐。碎嘴子准备的时候，碎嘴子和惜字如金，我做惜字如金。但我觉得丽姐的料真的很好挖。怎么？毕竟你的收藏夹还露在外面。谢谢 ，Thank you。看到你社交平台的收藏夹里面有好多东西啊！你们是可以看得到收藏夹的。对啊，偷偷练习21天 KTV 惊艳所有人，真的假的？然后你最近还关注了正确瘦大腿。你们真的能看得到的吗？谢谢你告诉我。这一趴3分钟拯救花脸熬夜。让我退赛，我要退赛。你不会前面的都剪掉，只留了这一趴吧？为什么都已经被提醒了，还在外面？因为我们打赌，在4公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我跟王子璇还在一组，没有分开的话，我们就继续。对，我就是对，一直都不关闭收藏夹。不过特别好，其实就关注到你，其实平时比较留意的一些部分啊，是吗？我最近很注意啊，没什么美食啦，对，能被别人看到的，我才会关注，就已经有一些那个保护欲在里面了。对，求生欲很强，你知道。说回到我们这个新节目啊，这2天什么样的感受？好忙碌，每天就是以前都没觉得说撒墨这个拍档这么重要，现在就一直在看他跟我也挺搭的，他跟我也挺搭的，我连我的室友我都觉得他跟我也挺搭的。哎，说到室友，就梦玲，你们2个之前有见过吗？就是他是我收藏夹的网友，对，收藏夹里面见过。对，我们相互有聊过，但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。然后那天在电影院是我们第一次见。那当时是怎么样机缘巧合让你们俩成为室友了？因为不知道其他姐姐都什么姐姐，不知道其他的朋友们都有谁。然后他就说，那我们要不要住一起？如果合宿的话，我说好啊好啊。然后后来又知道阿娇也在，结果呢，我们就说，要不然我们就3个人住一起吧，一块儿更热闹一些。对，就很有意思，我们3个人。上一次在生活中跟别人一起合租或者说同住是什么时候？前2天的综艺，在海边搭帐篷，一辈子也不要在海边搭帐篷，太可怕了，就是像睡在海啸里的感觉，就是一直都是那种声音，一直就是呼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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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夜，然后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把耳机摘开，我的世界全是呼啦呼啦，就不是那么的浪漫，其实是比较。对，草坪上露营的那个过夜会比较浪漫。真的吗？要么就海啸，要么就蛾子。蛾子你 OK？ 蛾子我 OK， 我一直以为我不 OK， 没想到我很 OK。你有想起来，就是生活中除了我们工作，跟别人一起同居或者合住是什么时候？生活中，18、19年那时候还可以出去旅游，我们大家就会就是闺蜜们约着一起，但是圈外的朋友，然后大家就住一起。明白，所以你是愿意和别人一起合住的。就是只要这个室友他不打呼的情况下，我都觉得特别美好。所以梦玲是 OK 的吧？他安静的像一片树叶。他的点不在于这个，他是睡觉有点吓人。有点吓人，怎么说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睡觉的时候，这儿有一个绷带，全部把脸绷住，绷完了他本来脸就很小，然后就变成这么小。然后呢，他戴了一个那个眼罩，这个眼罩是凸起的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早上就阿娇在那儿看手机吧，我说有点亮，我转过来一看，这咸蛋超人是谁？就是可能我昨天睡得早，我就不知道，我今天想说，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成这样？然后他就说：“姐，我消肿。”这样，丽姐给你一个小任务，就是帮我们偷拍一张。我怕我腿都被他打折，不敢。好的，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我可以这样，就是在他睡觉之前，我偷偷的把那个我们的监控露出一个角，然后你们就用那个机器这样，甩，把毛巾甩下来。可以。今天我们录制的当天刚好是高考，对吧？能回忆一下自己学生时代对于表演这个事情，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？
我以前就是那种戏精出生，从小就是啊。小时候呢，我看电影啊，看电视剧啊，就看那些剧的时候，我自己也会跟着演一遍啊。所以后来我就考试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是不是可以稍微去学习一下，试一试？然后结果就考上了。考上了以后，我就觉得，哎，这条路应该很好走。结果发现不是。对呀。因为开始你机会不多嘛，可能就都是跟你自己外形相似的角色。然后等到你要塑造的时候，你发现好像你的阅历不够丰富，你可能那个时候你有好多东西是没准备好的。在中间有没有遇到过某一些特别崩溃的瞬间，让你别人给你的东西你接不住？我其实挺慕强的，我自己也很好强，就是你不行你又不想跟别人说，你就生扛那种的。那时候沟通能力也没有那么强，接不住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接不住对方的戏，那会很有压力，其实非常有压力，有压力到。会有点内耗、自责。你晚上背得非常熟了，闭着眼睛都是那些台词。到早上起来你去对戏的时候，从可能说3行字错，到5个字错，到开口错，你的那种就是好像有点，你不知所措了那种。对，而且这种是越 NG， 然后会越紧张，对吧？就是窒息感。我后来拍完有一部戏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得缓一缓，我好像得到处去旅游，然后去更接近生活一点，去感受这个事情，吸取一些能量。对，然后那个阶段就有几年的时间是没怎么太拍戏的，因为你觉得表演这东西好像大家都说窗户纸哈，你觉得怎么这窗户纸这么厚，捅不破，就不知道怎么那个悟性啊，或者是什么天才型的表演，那个都跟我没关系。那几年的积累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先是旅游，那时候有想过说不做演员怎么办，我就去做体验官。生活体验官，比如去各种酒店，好玩的酒店，去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旅游，然后去把好的东西去分享给别人。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就是这个酒店体验官，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种职业特别好。然后他其实给我内存盘积累很多的东西，然后我在演戏的时候，我会觉得他让我人生啊，我的表演变丰富了。这个其实还蛮不一样的。所以生活阅历和积累特别重要啊。对，好，我余光又扫到了另外一位，欢迎梦玲，又见面了。Hello， 请坐。对，那今天是我们的衍生节目啊，越聊越有料，所以今天主要咱们就爆料你。我这个人呢，一般是很仗义的，别人让我偷拍你，我是绝对不能做这种事情的，尤其是在你睡觉，你的那个忍者神龟，很多人想看，我就说，不太好吧，我怕被打。你怎么那么快就已经把我出卖了？碎嘴子。来分享一下两位同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经过这几天，就是睡得很好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姐姐在旁边很安心。所以你要跟别人合住，这个事情会对你造成一点点压力或障碍吗？一点都不会，一点都不会。因为我跟他之前就认识了，然后之前有人透露就说丽姐会来，但你也不知道你会跟他住一间啊。但是我觉得至少他在的话，那有一个安全感在啊。OK。那个合宿生活，分享一件你们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事情。您说？我很喜欢丽姐的一些片段，都是很可爱的，然后大大咧咧的那种性格，但她其实很细腻。又来了，她很会照顾人。好，不说了，矫情的话收。好，丽姐来。说，我今天下午被他弄哭了，然后他也哭，我也在哭。我说我们的哭点好低，我们的哭点是什么？然后说我们为什么哭，就很好笑。昨天因为就是我跟那个施柏宇老师没有合作上嘛，然后他昨天就一个小细节，就是摸摸我的腿，就这样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就是给我说哭了。我来的人设就是摩羯女冷漠人设，结果就是被双子女打乱了节奏。天哪，对耶！你说合宿印象最深刻的就是，我内心觉得其实梦玲，因为她虽然年纪很小啊，但是她有很多走南闯北的经验，但是我能感觉到她来这个节目有一些不安，而且她做了很充足的准备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一个艺人进到一个综艺里，一整个那么大的皮箱里全是吃的，一半是酸奶，各种吃的，一半辣条，准备是吃，还有一半方便面，你知道吗？我还以为你说他带了一本什么演员的自我修养，结果是吃的。没有，关键是你知道吗？一个腰围58的人，他这一箱全是吃的，关键1/3还是泡面。揭秘易梦玲的3个皮箱，第一个皮箱是一箱吃的。第2个皮箱是一箱忍者神龟护肤，
还有一个皮箱就是一箱穿搭。所以在吃方面你们是没有这个管理的。我对我的身材管理就是体态，我觉得我体态要好，但是因为我是吃不胖的，但是我浮肿，所以其实我在吃的方面的管理是因为我怕就第2天上镜会脸肿。对，但是我有看丽姐会健身，她骑机车然后健身。太厉害了！我是这样的，我这副皮囊用得到的前10天21天速成吗？对，这个速成啊！因为比如说我要知道在这儿，我在想都有谁，然后说有易梦玲，我说那我得跟他拼了。然后从知道他来的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开始练瘦手臂、瘦腰、瘦腹、瘦肚子。然后我一看他那个58的腰也没有什么可比性，我把我所有的辣妹装全部装回去了。然后就这种阔腿裤，因为我想这个时候就看不到我的腿粗了吧，就舒服一点算了。你的腿一点都不粗好吗？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这副皮囊用到了我才练，平时我不练，但我一吃我又胖，所以就是那种。你是会胖吗？我很会胖啊，我只是不肿，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短板。所以你们夜聊会聊什么东西？说别人坏话。对，就爱扒别人。那个时候会把那个摄像机掐掉，对不对？掐掉，然后我们会给那个话筒拔出来，然后灌你那个水，一定要把那个电池拔出来才行，把线拔出来，我就害怕就是它有续航功能，一定要把电池取出来。比如说我们会复盘晚上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剧啊，我们磕谁啊？天哪，感觉他们那个夜聊的画面就是一期衍生节目，大家一起期待一下。本来大家根本就不想回看夜聊的画面，结果就是看到我们这样说，然后去听。等一下回去那个探头加了5个，然后有一个就是正对易梦玲睡的那个床上扣着一个忍者神龟。对，那说一说今天你们都去做什么了？分享一下。等待某人。他怎么了呢？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工作上面，然后就是今天他没有办法过来，所以我今天就是听说给你留了一封信啊。你可能还没有看到呢，回去找一找。哦，来就来，有什么事发信息说。今天收获了2行泪，4行眼泪，没有跟丽姐嘛。我觉得其实今天跟丽姐聊完，就是让我会更加的有自信吧。丽姐让我就是稍微释放了一些自己压力吧。其实我跟梦玲就是可能认识时间很长，但是我们是网友面基，然后这2天才刚刚见上面，但因为可能是认识时间长，大家会有一种隐形的默契在，是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哭点完全就是因为我给他了一个安慰，其实他 get 到了，然后今天我们又复盘把它说出来，然后我们就哭了。我觉得你可能真的是戳到他比较柔软的一面了，因为摩羯座嘛，很要强的是吧？也是。哎，摩羯女要强只是我们的保护色。他很柔软的一个人，很细，他的心很细，而且就是他很好相处，就对每个人都很 nice。很照顾大家的感受和情绪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在一拍即合里面找搭档的时候，能迅速的大家就是破尬感很强。是的，是的。那刚聊到这个搭档这个词儿啊，2位对接下来工作上的搭档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吗？你先说。丽姐，对。我理想型的工作搭档啊，默契不需要花时间来培养，有些人没有默契，你花很多时间也培养不来的。有些默契是与生俱来，他就是你们就是同频共振的，所以其实这种搭档就是，其实那个可能见第一面就能感受到那个磁场是不是 match， 对不对？对，像有些人你的生理反应就会告诉你哦，离他远点。对啊，那个东西你其实要靠你的职业素养去让你跟他搭戏，但有些人你会给他很多，你会想不停的跟他斗法。在演技上，你想跟他切磋，你想变着法的去看看他还有什么能量，给他也会给你。对，你在打乒乓球就是那种。互相给到不一样的灵感，因为我们是不同年龄段，然后不同的社会经历，甚至有些人可能刚刚开始，入行，像小明啊、梦玲啊这样子，所以我也在他们身上看到说，哇，一个没有演过戏的人，他们很天赋型的。就是那天梦玲有演那2部路子，有点东西那种。你是想说我误会你了，所以你跟我。那就是不可能。我特别喜欢那个梦玲那个卡那个词儿走那个步，一点点逼近那个节奏。
就保持一个非常开放、很好奇的一个心态。对，因为我们是有机会坐在那边去看每一个人的表演，那你心里就会有一个预期，你会去假设说，哎，我跟他搭的时候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，你会去想象这个东西。因为我是没有演过嘛，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沟通为主吧，就不要有憋着。就假如说你要是不开心，或者你要觉得这一句你不舒服，你想告诉我你想怎么样去搭都可以，就是及时调整嘛。那其实说到这个演戏，对新人演员来说，有2个戏种是感觉比较难的。我觉得他们俩是一种东西。你在看一山老师的，他会把这个人物的前身后始想得很明白、很透彻。等你想清楚了，你这条人物线，你这个人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后，你就去揣摩这个人物，把它注入到你的身体里面，然后带着这个灵魂活在那个片场。其实你发生的一切都是对的。就像比如我昨天跟小明演的时候，姐姐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转正啊？看你表现吧。包括前天我跟杨安演的时候，后悔什么呀？后悔没有早点向你表白。他们都很有信念感，所以你有信念感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东西，它就很成立。然后伤感这个，其实每个人对伤心的表达是不一样的。有些人可能笑中带泪了，笑着哭了，包括像下午我们2个，我们根本没有要表达那个东西，对，没有设想过这东西它涌出来了，其实是对方带给你的。我们没太多话，但是我们看到彼此的那个眼睛里面那种太懂我也懂的那个东西。你掉不掉眼泪都不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那1秒的酸楚是彼此知道 get 到了。就是你完全投入，就活在那个当下，对，做任何事情就合理。你相信当下的话，你就觉得这一切是很简单的事情。哇，学到了，学到了！我相信这一番话对我们之后的这个呈现也会有帮助的。我其实很想，就是说有机会我能跟梦玲我们可以演一个3角关系，或者哪怕就是说我们2个演一个对立关系的这种。哇，说不定就是我们2个好姐妹，然后才发现原来我们在跟同一个人男生谈恋爱也不错。可以记下来，导演。对手完了以后发现我们俩还挺搭，我们俩一起手撕渣男。可以，这个桥段很好。那最后有一个小小的环节哦，因为平时看看你们2位各种社交网站都有很多好看的照片，那接下来就在这个环境，我们给互相拍一张照片，好不好？行，来吧。这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现在2米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看这个多高，是不是很高？哎，真的很高。等一下。厉害！3、2、1，好看。谢谢。OK， 那今天我们的越聊越有料就到这里喽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采访一下啊，主持人你好。对，你好皮啊！要不咱俩换一下，你来代班吧。可以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张丽，欢迎来到延伸节目《越聊越有料》。我刚刚介绍你社恐，哎，你好像一点也不。对不起，那我再来一次。老师你好。接下来呢是拍一下搭档。你这个主持人怎么做的？我没做过主持人。影视剧类型。你都不说呀？你说呀？你倒是。快结束吧。